来了，今天的题目呢，其实坦白讲，我们会做这种题目，就是发现全台湾没有人做这个题目，而且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这个可能性。我不知道是大家不愿意说实话，还是不愿意花时间。但我可以讲，你深入研究之后，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那有多重要呢？我们来好好的跟各位讲一下。今天要讲的不是肥料，不是晶片，不是稀土，是原料药跟高阶的抗癌药。来，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呢是2026年6月27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很多人都看错了方向，大家都在看稀土、看镓、看锗，觉得那是中国的王牌，但中方手上真正最恐怖、最有威胁性的一张牌，是全世界的救命药，超过70%的药物原料源头都在中方手上。阿莫西林94%，甘肃74%，这个数字是只要断供，全世界会在一瞬间，除非你原先就储备很多，否则马上就会进入有病没药医的状况。可是为什么这张牌中方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正式打出来？因为断稀土不会死人，断药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这一张最致命但是却不能用的牌整个翻出来给大家看清楚。来，各位先坐好，今天的万事通事务所要准备正式开始啦。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康方生物 Keytruda 甘肃阿莫西林关键起始原料 KSM， 你听了就知道。我们先把定场诗跟各位念一下：百年妙药出东方，半救苍生半隐盲。碎毒一牌偏不出，牌桌底下手冰凉。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们要跟你讲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为什么严重呢？2025年9月，你如果没有听过，不是你的问题，所以它被埋在贸易战的新闻底下，几乎没有中文媒体认真讲。但如果你是药厂，如果你是医学界或是护理界的人，你可能有依稀听说过，但没关系，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把一个很隐秘、没有让你想象到有多么重大、多么严重的事情，告诉你有多严重。2025年9月有一场肺癌的临床实验，对手是 Keytruda。我先讲 Keytruda 是什么等级的药。Keytruda 是美国药厂 Merck 招牌抗癌药，从2014年上市到现在卖了超过1300亿美金，光是2025年就卖了将近300亿。这不是普通的药，这是人类史上抗癌史上卖的最好的药之一，是 Merck 的金鸡母，是西方大药厂皇冠上的宝石。然后2025年9月有一款药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后期实验里面，把 Keytruda 给比下去了。数字是这样子的，用 Keytruda 的患者呢，疾病没有恶化的时间平均是5.8个月，这是老药。新的药呢，使用的患者病情没有恶化的时间是11.1个月，平均几乎是2倍。我跟你讲，在肿瘤的世界里面多活几个月就是天大的事情了。它可以让你跟亲人多交代，它可以让家人跟你多相处。
直接翻倍，是会让整个产业为之震动的数字。好了，问题来了，这个新药呢是哪一家公司？你可能也没听过，叫做康方生物 ，Akeso 是中国公司，但等等，它名字取得很像日文呐、来，线上的各位，除非你是业界人士，如果你是业界人士，你可以留言一下，你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现在心里的 OS 应该是说，哎，等等，不是说中国只会做学名药吗？不是说中国只会做仿冒，做最便宜的原料吗？什么时候轮到中国的药回头来打趴美国的招牌抗癌药？没错啊，就是这件事情开始出现了，但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今天才值得做一集直播讲。过去大家对中国制药的印象都停在世界药厂这4个字，帮西方代工、供应原料、跑临床实验、做最低阶、最便宜、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那一段。但这个印象已经过期了。我给你看几个数字，不是我讲的，是《经济学人》特别整理出来的。去年呐、去年是什么样？2025年，全世界将近1/3的临床实验是中国公司在跑。10年前这个数字是多少？5%到6%。10年哦，从6%跳到接近33%。哎呀，我有做一个动画，我给各位看一看。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中国的制药能力呢，跟它的测试新药的能力暴增5倍啊！中国是现在全世界第2大的新药来源国，仅次于美国本身。2025年呢，全球那些金额5000万美金以上的大型药物授权交易，将近1半以上是跟中国公司签约。这个数字在2020年是多少？0内一个都没有，一点比例都没有占。5年的时间，从0到接近1半。所以我们要说是什么？我们要说的是，在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状况之下，整个中方在生物、在药学上面的领先，已经一下子突破了。Jerry M 说：“我记得以前印度制药很厉害，不知道中国大陆也这么厉害。我等下会跟你讲。我告诉你，深入调查跟分析之后，我才发现，靠，印度也不行了。为什么？等一下会讲。而且各位，我必须要讲，我自己很享受做这些直播的过程，因为有很多的知识是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才发现。”没有人跟你讲，台湾的人都被关在那个 echo chamber 信息茧房里面，我们就自己觉得，干我们卖了芒果去法国，我们好厉害，却没有人告诉你真相是我们才卖452公斤，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卖了500万吨去，也没人告诉你法国大部分是吃它的旧殖民地那些热带地区运来的芒果，甚至因为全球暖化，现在连法国本土也都可以种芒果了，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愚民政策永远有效啊！你是人民，你就笨，你就好被喂养各种各样的假讯息。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看书，多吸收知识，你才能够找到真相。Only truth will set you free。只有真相会让你自由。所以啊，在听直播的各位，为什么我要说很多人搞错了方向？大家以为中国在药这件事情上的角色是廉价的下游，但实际上，在你各位不注意的时候，中方已经悄悄爬到了创新的上游去了。而这就是这一集最大的张力来源，在你我不注意的时候，我们的旧秩序跟我们的旧常识已经全部被改变了。因为中方在药这件事情上面长出了2张
完全相反的面向。一张脸是廉价的、肮脏的、掐着你脖子的原料供应链，另一张脸呢是越来越贵、越来越强、越来越让美国药厂离不开的创新引擎。今天这一集啊，我们就把这2个角度啊，一点一点的拆分给各位看。我们先从那一个肮脏的原料的最基础的那个部分开始，慢慢的跟你说。那今天的主轴当然先要讲数字比较多的这个部分，它就是原料药啊。原料药是什么？来，继续跟各位说。刚讲的是中国的药很强，现在要讲的是中国掐着全世界药。这2件事情是同一个国家，但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且逻辑是不一样。我先给你一个最核心、最该记住的数字。这个数字连最挺自由贸易、最反对封锁中国的经济学人在2026年6月的社论里面他被迫要承认，全世界必需药物的活性药物成分超过70%，超过70%来自中国。活性药物成分什么？英文叫 API。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 我用白话解释一下什么？我昨天在写那个报告的时候，我一看到 API，API 不是那个 AI 的对接程式接口吗？不是哦。那我这样讲，什么叫 API？ 你吃的一颗药呢，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有一个真正在你身体里作用的化学成分，那个东西叫做 API。剩下的东西呢，让它变成一颗药丸的淀粉啊，让它好吞的糖衣啊，让它定型的赋形剂啊，都是配角。原料药真正有用的就是活性药物成分啦，其他你用果冻，你用猪皮，你用胶囊都是不值钱，那根本吃下去没有药效，它只是把它包起来，它只是把它包起来让你吞下去，把它变成一颗，不是药粉而已。全世界的这个药物中的主角 API 70%以上的源头在中国。我跟你讲的更具体一点了，这个数字来自于CFR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2026年的报告。这个外交关系协会不是只看外交，它也看贸易。阿莫西林就是你感冒、中耳炎、牙齿发炎最常吃的那个抗生素。这一集今天你应该很听得懂啊，护理专业的人应该很清楚。阿莫西林啊，原料中国掌握94%，中国掌握94%。方国安，你问那个问题呢，蠢到难以置信。我强烈建议你回去上小学。为什么我不愿意回答？是因为实在太好笑。方国安说：“我很想问一下，大陆有多少人没有药可医，能外销，还是大陆做数据？”我直接跟你讲一件事情，但是我猜你多半听不懂。我很想问一下，台湾有多少人能够用到2奈米的晶片，竟然还可以外销？是不是台积电做数据？拜托，来，不用讲了。这个东西呢，要讲的就是肝素。这个东西一般医学界可能比较陌生，但它超级重要。洗肾、开心脏手术、体外循环都要用，是用来防血液凝固的制剂。它的原料中国掌握了74%，乙酰氨酚。这个我们以前讨论过，普拿疼的那一个乙酰氨酚中国掌握了70%。各位，你牙痛，你头痛，
你经痛吃普拿疼的时候，你手上有那一颗药，原料有70%的几率源头在中国。你知道这一集是因为几天之前我们在讨论稀土的时候，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啊，你可以再去查查看原料药。这一集就是从那一位观众的留言开始，他讲的那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原给你听。真可惜，不知道那位网友现在是不是在线上。他说，中国还有一张牌可以用，那就是全世界的原料药的供应链在中国手里。但这张牌是最脏、最恐怖的牌，中国不会轻易使用，因为一旦用了，断了原料药的供应，是真的会死很多人。有网友说他最近改吃布洛芬，但你小心不要从日本买布洛芬进台湾哦。布洛芬在台湾进口要申请，你直接从日本带药来，有可能触法，你再去查一下。所以这个网友讲的是对的，而且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判断。这个判断特别强调给各位听，因为这是今天整集的道德地基。他说断稀土至少不会死人，你最多没有手机用，但断原料药会死人的。所以这张牌最脏、最强，但是不能用。稀土断了，你的电动车变贵，你的飞弹导引系统缺料，你的风力发电机做不出来，这些都很严重。但这些是东西，原料要断的，洗肾的人没有肝素，血液很快凝结；开刀的人没有抗生素，化疗的人没有药，这些都是人，这些都是人命。这就是稀土跟药最大的差别，一个断的是产线，一个断的是命。各位听到这里一定会冒出一个问题来，说中国怎么爬到这个位置的？如果这个事情这么严重，为什么中国一路爬，竟然爬到这里？怎么会全世界的药源头都跑到他那边去呢？我跟你讲，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这跟台湾的台积电也不是一夜之间变成全世界的高阶晶圆代工跟先进封装的唯一重要 player， 这是30年的温水煮青蛙。时间倒退回1990年啊，那个时候做原料药这种化工哦，是又脏又毒又赚不到什么大钱的生意。欧美的环保标准越来越严，工人薪水越来越高，这种低毛利、高污染的活儿，他们不想做了。就跟晶圆制造是高耗水、高耗电、高耗人。美国不想做，丢给日韩，后来为了制裁日本，才分给台韩。谁想到妈这么多年以后变成不可或缺了 ？Zishi 说：“是啊，我是学药的。对这个，你等下讲，我如果有讲错什么，你可以纠正我。但我做研究做得很彻底啊。正常来讲，95%以上是对的。如果有出错，还请各位多多纠正。”所以中国就说我来没关系，我那时候需要新的产业，我需要开发新的方向。中方怎么做的？你听接下来就知道，我今天不是要拍马屁，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个真相。我没有说中方英明神武，这个东西跟稀土一样是有代价的。中方用了3招，第一个环保成本外部化，白话讲就是把工厂把污染排到河里、排到空气里，不用付那个环保的钱。第二个又是政府补贴，地方政府拿钱去养这些厂。第三，规模经济，你便宜到一个程度，全世界的订单都涌进来，越做越大，成本越压越低。结果就是欧美的原料药厂一家一家被中国的低价击垮、关门。
等到大家回过神来，一下子忽然之间发现，哎呦靠，妈怎么已经变成这样子啊？全世界的药，现在原料药就只剩中国一个源头了。学者给这个现象一个名字啊，叫做掠夺性定价加上锁定效应。我们用白话解释哦，先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把所有竞争对手熬死，对手死光了，你就被锁在这个唯一的供应商身上，再也离不开了。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跟太阳能板、跟稀土、跟很多很多东西是同一套打法。便宜从来不是商业竞争，它可以是一种战略，用便宜让你不可或缺。问题是这个战略眼光要拉到30年到50年，一般的自由民主国家做不到。所以这一张药物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花了30年，用环境、用补贴、用低价，一块一块砖砌起来的超级堡垒啊！而现在，因为这个堡垒已成，所以这个高墙反过来变成掐住所有全世界的原料药的咽喉的那只手。所以各位注意到了吗？他握着这张牌，但中方从来没有真的掀开过。那你会说，那我们怎么知道结果怎么样？等下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掀这张牌？但是在分析为什么不掀这张牌以前，我要先带你看清楚这张牌到底卡在哪里。因为很多人以为啊，中方卡到的是成品药，错了。中方卡到的产品呢，比你想象的更上游、更隐形、更不为人知。那我们先来念个斗内啊，顺带一提，这个我强烈建议，我是一个读书派的男人，我强烈建议各位，本台现在进了很多这本书，这是给你家小孩，甚至给你自己看的。你到底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上学？为什么要去工作？这本书有解释。很多时候，你如果不知道，他书里面会找到答案的。那同样的，我们还是强烈推荐《简商》这本书啊。这本书真的很棒，所以我们置顶的连结，你可以去外面买。去我们置顶连结买，我保证比你在书局、比你在网络书店买到的更便宜，好不好？后面我们有方法，我告诉你，你不用真的进啊，有很多方法，但没关系，我们要继续往下讲。这一章我要破解一个最大的误会，不对，我们要先念那个斗内。今天的斗内目标是什么？所以如果各位通过了目标呢，明天中午再加一场特别直播，讨论神秘的主题。神秘主题是什么？明天中午才会知道。坏掉龙龙酒说，请支持百货价层担任阿鲁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Mr. 阿卡塞说，先小抖一个目标，小搞些东西，配酒欣赏朱大的节目，支持九哥使用百货层价单人阿鲁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移驾阿来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姨说支持 ，Mr. 刘建怡说，鬼岛讯息茧房已经要翻墙注意看世界，或天天看老朱直播，才能不变成青鸟了。Landis Core 说，其实从日本买布洛芬，像是那个 EVE 的那个止痛药，单种不超过12瓶不需要申请，因为它算是非处方药。日本的成药是很强，没错啦。无所畏惧说，我看过一个特别牛逼的原料药老板是抗生素，60多岁一个文盲哦，没上过学，基本上不识字，从化工进入原料药行业。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可以跟专业技术人员讨论工艺跟合成流程，极其牛逼。我跟你讲，真的很那种老一辈的制造业的人都是这种手把手
闭着眼睛也可以做出东西来的。所以好，我们继续往下讲了。这个印度啊，等一下就会讲，我们会讲到印度啦。大部分人还存在旧的想法，说哎呀没有啦，原料药都是印度产的，他是干印度产的那些学名药，你以为原料哪里来的？来，我们要辟谣。我跟你讲，我们要把某些辟谣文章突破，说嗨，中国才没有掌控什么药，不对不对，没有，都是低阶的啦。很多人会这样讲，他说，哎，中国的有效药就是活性药成分 API 没那么可怕，美国真正从中国进口的成品 API 没有想象中多，分散的很，甚至有研究说啊，这个美国对中国 API 依赖只有8%。好啦，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一条一条为各位说明，因为那个数字不是没有依据，但就他妈不是真的啦。我们用这个动画图来讲好了。哎，我干，没想到我人这么大。好啊，继续用小小的我。因为有研究说，美国对中国 API 的依赖只有8%，只有8%。听起来好像还好，但为什么前面又说70%？因为这个8%到47%到70%之间的巨大落差，到底谁在说谎？我跟你讲，没有人在说谎，因为他们量的不是同一个东西。我用做菜来比喻你就懂了。假设你要评估这家餐厅有多依赖中国，第一种算法，你去看这家餐厅最后一道工序在哪里做。他如果在台湾的厨房里面摆盘上桌，那好，他不依赖中国，这是看成品 API， 就是这道菜的最后一个摆盘的工序是在台湾做，就不依赖中国，算出来中国的占比很低，大概8%到13%。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子。来，谢谢 user 支持猪大。来，第二种算法。你去看这道菜最源头的食材哪里来，结果发现这家餐厅的米油盐最基础的香料全部从中国进，摆盘在台湾没错，但没有中国那一袋米、那袋油、那袋盐，这家餐厅明天就关门。你说这家餐厅到底依不依赖中国？答案很清楚了吧？看最后一道工序，它不依赖啊，但是看最源头的食材，它命都掐在别人手上。药也是一样，真正的窒息点不在 API 的成品上面，不在，各位你搞错了，这又有一个新的字出现。新的字出现是什么？叫做 KSM。KSM 又是一个新字啊 ，KSM 是什么意思呢？叫做 Key Starting Material。关键起始原料，这是制造 API 最源头的化学原料。你可以把 API 想成半成品的药，把 KSM 想成做这个半成品的那袋米。现在美国权威的药典机构叫 USP。他在2025年做了一份分析，结论吓死人：41%用于美国核准药品的关键起始原料 KSM 是单一来源于中国，单一来源 （single sourced），意思是说没有第二家，中国这一家断了，全世界没有替代，完全没有。而且 USP 还补了一刀，他说大概有700种 API， 至少里面有一个关键原料 KSM 只能从中国拿。来，700种 API 里面有一种关键原料只能从中国拿，那等于700种，缺了中国通通不能用嘛。
所以你现在应该懂了一件事情，就是下游多元、上游单点是什么意思啊？你应该懂了吧？因为这就是那个很鸡巴的事情。这个东西有多鸡巴，我们等下会再继续讲。成品药可以在印度做，在欧洲做，在台湾做，看起来很分散、很安全。但是当你往上游追到那袋米，最后全部都只有一个来源，叫中国。叫中国，我跟你讲，这事情远比你想象要严重太多了。为什么连印度？为什么连印度？号称世界药厂的印度，他做了世界一大堆学名药，但他自己的制药业有大约70%的原料也是从中国进的。印度做成药，中国供原料。印度看起来是药厂，但是他的命也掐在中国手上。所以你看，整条供应链是这样子的：中国的关键原料 （Key Starting Material，KSM） 加上做成印度或台湾的 API 活性药物原料跟成品最后的药，然后再卖到全世界的药局跟医院去，结果一路推回去，最上游那个单点就是中国。你下游再怎么分散，都绕不开那个源头。我必须要在这边帮中方讲一句公道话，这是我事实查核的纪律。我不会替谁讲话，也不会替谁洗地，也不会抹黑谁。8%到70%的数字差距常常被两边各取所需。有人拿8%说不用怕，有人拿70%说天要塌了。最诚实的讲法是，完整的活性药物成分，就是 API 的进口占比确实没那么高，这部分被夸大了。但是 KSM 关键原料跟中间体的集中度非常严重，这个部分才是真正更该怕的窒息点呢。把这两件事分清楚，你才不会被任何一边的宣传带着走。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不是选一个你喜欢的数字，而是搞懂每个数字在量什么。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科普啊，我们的工作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讲到这里，我还要补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层次。这张牌现实上不是全有或全无，它是可以分级使用的。什么意思？我给你排一个从轻到重的阶梯也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基于人道原因，不可能轻易用原料药或者是 AP 来做制裁。但是等等，你不用原料药或 API 来做制裁，你其实有别的方法，你可以减缓，你可以审批来。最底层是赋形剂，对不对？非药用级的中间体是工艺化学原料，这些东西断了，影响的是生产，不是病人。中方如果想要释放一个讯号，说我能伤你但又不想被叫做人道屠夫，他动这一层就好了。你的药做不成一个丸子，你的胶囊没有外面这一层可以包，吃不死人了。你最多就是开始吸药粉，开始吞那个很苦的一粒一粒的东西。中方可以只动这一层，道德成本最低，但业界一看就懂。中间层呢是维生素，一般止痛退烧的原料，是部分非急救的抗生素前驱物，断了会影响生活品质，会让某些药变贵变少，但不会立刻死人。这一层是可以拿来施压，
还没到宣战的灰色地带，最上层才是真正的救命药。RBKK 说，科普过后，青鸟还是流着口水，嘴歪着嘲讽中国遥遥领先有什么用？我救不了笨蛋的，我救不了那些不愿意被救的人，我救的是你呀！你至少有了知识，有了尝试，你知道自己跟青鸟不一样，你知道自己没有那么笨，那就够了。我怎么可能拯救所有人呢？你自己选择要愚蠢，你自己选择不读书，我帮不上忙。众生愚昧呀！我们只能反求诸己，但我们不能拯救众生啊！所以最上层才是我们刚讲真正的救命药啊，化疗药、肝素、急救注射剂啊。这一层一旦断供，就等于直接杀人，等于宣战，道德成本高到中国自己都承受不起，所以这一层反而是最不可能被动用的。所以你听懂了吗？这个逻辑有一个诡异的地方，越是致命的药，越是要命的关键，越不能当武器用，反而是那些不会死人但让你难受的东西，最有可能被拿来在桌子底下捏一下、捏一下、捏一下。而且这不是我凭空推测，中方在稀土上就是这样玩的嘛。前几周我们就做过直播分析了，先限制非关键的品项，测试你的反应，再一步一步往上加码。这套分级施压的思维已经在中国的工具箱里面，甚至在稀土管制里面，中国对医疗用途还特别保留了例外。这反而证明什么？北京连自己都知道，碰救命药这条线不要太明目张胆。你可以想，你可以规划，但你不可以马上就做。所以这张牌的真相是，它不会是一颗会一次炸光全世界的核弹，它更像一排可以一个一个按的开关，从最不痛的按起，看你有没有反应。来，无所畏惧说，朱大有关这个问题，我可以提供一些我的认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原料药都未通过 FDA 认证，是不能直接当原料来生产成药的。也就是你说的，现在有8%通过 FDA， 但大多数的原料药是 API 前体到美国，再进行1-2步骤合成，或者作为这个原料到美国之后再进行精制，就可以符合 FDA 的要求。这部分可能有6-7成你专业，但是它就是混过去了啊。可是我们只能就数据来看嘛，所以我不能讲到像你们业界直接讲那么直接。但我告诉你，真正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子。来，妙就妙在本人做的兵推呢，会推一个可行性，不是啦。Caroline Natty 说，作为一个大陆网友，立场是红的，但我也会看一看明居正的节目。八囧的着实看不下去，只有情绪没有逻辑。八囧是什么？他是中州科技大学毕业的。中州科技大学以前我在当访视委员，说我去访视过，现在这个学校都倒闭了。你怎么会看这种九流大学的毕业生靠着在网络上贴近法轮功、贴近轮子而吸引流量的人的内容？那根本不值得你花费时间的，好不好？我宁愿你去看 A 片，我宁愿你去看动画，我宁愿你去看抖音的 AI 干片。你怎么可能期待这个东西有？哎，但等等，我跟你讲，我最近在抖音上对一个很妙、一个非常冷门的日本漫画改编的动画很着迷，叫山田与田山跟一个上班族佐佐木。看我佐佐木小说收起来了，哎，那个超厉害的。看我这边要讲一下，那个有多厉害？那个是原来是很冷门的一个漫画，讲的就是一个中年大叔3天2头抽烟，然后结果呢，超市有一个小正妹，就3天2头请他去后面抽烟，然后结果抽着抽着呢，
就双方就反正就暧昧了起来。但这个厉害的地方是，大概今年5月开始有人介绍这个漫画动画，好像还没有看到。看老共那边有7种版本，直接做 AI 动画就做出来了，超妙的。而且7种版本里面，每一个都做得很像。但是我个人觉得里面只有一个，哎，我不小心忘了，妈的，等等，我看看我有没有截图。哎，哦，好，等等，看没有，不知道截图截到哪里去了。有一个网友叫，我看一下，看我关注的什么，我关注怎么都是这些阿萨布鲁的，还有卖鸡公主鸡小妹，还有开锁吴彦祖，还有圆圆是圈圈，哎呦，烦死了！还有河头老街李太白、程序员老韩、大辣甜甜圈、大西瓜、张雪的机车，他就奇怪了吗？要找的时候找不到。游戏小说家算了随便，就那个建模像不像很重要。有的建模呢，把那个大叔做成一个年轻的帅哥，看那个大叔40几岁以上，你不做老，不做皱纹多，你他妈就是在那边意淫嘛。所以我喜欢的其实是那里面做的最老的一个佐佐木做最老的一个28号先生。好，但扯完了，扯完对，躲在超市门口抽烟的2人，这个不错。圆圆最近没有看，令 JP 说最近也在看懂是货旧物回收赚大钱的 AI 片，停不下来。没有啊，那个我好像那个都在看小红书的周周啊。风心说有动画了，台湾在哪个平台我就不知道。躲在超市后门抽烟的2个人，user 白肖洛说你这关注栏还真是多元包。哦，干，我跟你讲，什么都看呢、我最近在看战锤40K。哦，抖音 PK 以前一场1000多万。哦，刘建一看那个便利商店后面抽烟的恋爱物语，其实怎么搞的？那个 AI 动画都把它做成超市，我有点搞不懂。佐佐木嘛，Sasaki 嘛，但是那个做 AI，那个做 AI 动画，你要挑就是挑佐佐木被做的最老、最中年赖皮的男人。我觉得这个我不是学历歧视啊，八囧就是一个不读书的八家将啊，八嘎九，不然他怎么叫八九？我我没有学历歧视哦，是没有能力，没读书就是没读书，不用讲。而且他还长得很像纸扎人，好不好？这有什么学历歧视的？是网飞独占吗？我没有看到网飞我现在又在看金科长，你看我最近多闲。哎呀，刘冠超真不懂，东京很多街道上都不能抽烟了，变成街角有一些地方能够抽烟才好。啊，等等等等，我继续讲下去，妈瞎扯，跟你讲这么重要事情吗？结果我在聊吗？八九来，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分析的，这就是我觉得兵推我个人很着迷的一个地方。如果中国要用这样的做法，他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先讲结论，免得你期待错方向。
中方最不可能做，就站出来宣布我禁止对美国出口所有救命药。干，原来不打仗这也打仗了，因为那等于是昭告全世界，我故意要害死你的病人，这个道德成本、舆论成本高到没有任何国家承受得起。这是头条级的公关灾难，这是把自己从贸易对手打成人道加害者的做法。中国会怎么做呢？他根本不需要宣布，他根本不需要宣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FR 在2026年的报告讲得很清楚，中方如果要玩供应链胁迫，有一套反复出现的招式，特征就是不宣布禁令，只是放慢出货、拖延许可、增加检查。我跟你分析4招，这4招都有 deniability 可否认性，意思是我做了，但我可以否认我不是有意做，是巧合。什么意思呢？我给各位慢慢分析。第一招，干，你不要说纸扎人100%是我起的，你不要觉得一个烂绰号都永远都我取的。譬如说史书华这个绰号也不是我取啊，是他妈讲话就大舌头，怎么怪我？但那个史都华最近也在卖史书华，最近也在卖下雪芒果，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赔给他前妻各种各样的钱呢，又骂前妻，然后又出事，然后又劈腿，总共赔了妈3、4千万吧。所以最近他没有开始卖养乐多，我都觉得很奇妙了。来，第一招只要加强出口检验就好。我不禁止你，我只是为了品质把关，把检验项目加3倍，通关时间拉长好几周。2020年疫情初期哦，中方就对出口医疗物资加强检验，部分原料要通关拖了好几周，它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第二招，出口许可拖延，我没有拒发许可，但是我审查比较久嘛，没有办法。你都说我中国是万恶的根源了，我审查久一点不行吗？你文件卡在那边3个月、半年，你急死了。但我可没有违法，我一切依法行政哦。第3招，优先内供，我不禁止出口。我只是建议厂商优先满足国内需求，就优先满足有什么不对？没有不对啊，没有不对啊。那疫情高峰的时候，中国部分原料药厂就被要求要优先供应国内。第4招，这招最阴狠，叫做环保停产。我不碰你的药，我只是环保督察，叫某个化工园区停工整顿。我给你一个真实案例啊，这个案例厉害在它根本不是故意的，是巧合。2017年到2018年，中国台州、山东这些原料要重镇，因为环保督察大规模停产，结果怎么样？全球的抗生素原料的价格暴涨了200%到400%啊！也就是这个状况不是故意安排的，就是因为环保督察变得严重，结果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也不是他故意的嘛。那你看看我后面整理出来这4个状况，你说有没有效？等等，我先念一下那个抖音上面的抖内。谢谢素神猪的抖内，看素神猪念听起来这很妙。还有兔兔不爱胡萝卜，还有七喜加雪碧，
刚刚有网友讲说，日本现在抽烟要到有设置烟灰缸的场所才可以抽。对啊，很严格。其实像新宿都是街上都不准抽烟的，但就很妙啊。为什么？可能是因此这样反扑吧。哦，对啊，无所畏惧讲的就是我刚讲这个东西。你显然行内你是药界的，抗生素的母盒在中国就几家大公司在产，只要宣布由于环保问题勒令停产，定期检修就可以，就这样，没有要多复杂。光是我刚讲2017到2018年的几个案例哦，全球抗生素原料的价格就涨了2倍到4倍。你听清楚啊，2倍到4倍，这还不是中国拿来当武器的，是他自己的环保稽查副作用。这就带出今天一个最毛骨悚然的事实啊，是什么事实？就是躲不掉啊！你不要在那边做梦，真心躲不掉啊！你还不面对？ Caroline Netty 说朱大能在路斗直播吗？我不敢讲，我也不想试，怕整个就被封掉了，所以等一下吧，让我再好好的把内容再确定一下，再路斗直播，因为我的荧幕差不多也到极限了，我同时要看3、4个直播的那个留言哦。Facebook 那边还有老朋友黄信顺打招呼，然后好，我们继续。中国根本不需要故意出手，因为它是一个东西的源头集中到1、2个点的时候，那做任何事情，一场爆炸，一次环保整顿，一场疫情封城，甚至任何一个行政拖延，都会跟武器化一模一样的效果。我再给你一个更狠案例啊，2016年中方有一座工厂爆炸，导致有一种广效抗生素叫做 Piperacillin-tazobactam 全球性短缺，一座工厂爆炸就全世界缺药，集中本身就是风险。这句话你要记住，不是中方要刻意怎么做，而是你把原料集中到这个程度，就一定是风险。而且我要给你一个更沉重的案例，这个案例不是涨价，是真的死了人。2008年，美国爆发了一起肝素污染事件。我前面讲过，肝素是洗肾、心脏手术都要用的抗凝血药，它的原料来自于猪肠黏膜。哦，谢谢出口物这么快抖内啊，10个会员，源头大量在中，九转肥肠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东西。老刘真是永远的非洲人啊！没有中奖，你没有，你在本台已经送了几百个善心网友的会员之下，你还是没有中奖，了不起。好，2008年那一年呢，有一批从中国来的肝素原料被渗入了一种便宜的假冒成分，这一批被污染的肝素呢，打进病人身体之后，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美国 FDA 后来的调查，把数十起死亡案例跟这批污染原料连结在一起。我今天讲这个案例不是要吓你，是要让你看清楚一件事情。当一个救命药的源头集中在一个你看不到、管不到、查不到的地方，风险就不是断货而已了。它可能是品质失控，可能是渗假，可能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吃进了什么。断供会死人呐！但你发现吗？连不断供只是出问题都会死人，这就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偷懒、
不想要污染，降低成本，一路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这个恐怖最吓人，你不只怕它关水龙头，你连水龙头里面流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你都没有办法掌握。所以这张牌要怎么用？它最可能用法不是掀桌，而是桌子底下有一些小动作，一个检验，一个许可，一次督查。中方什么都没承认，但是你的药就是到不了，而且你还不能骂，因为他随时可以否认。Deniability 就是这个意思，可否认性。我这是环保，我这是品管，我这是国内检验，关政治斗争什么事？在听直播的各位，这里有一个小弟常常跟你分析的判断法则，你一辈子用得到。只要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商业单位官方口径是这纯粹是正常的环保执法，跟贸易无关的时候，你就要一定开始怀疑，它跟贸易绝对有关。只要他说不要做过度的政治联想，你就一定要做政治联想，因为真正不相干的事情，根本不需要特别澄清，我跟他不相干。这就是这张牌真正可怕的地方，它不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啊，它是一只你永远抓不到证据的手。Deniability 就是 deny 的名词。谢谢走走跟苏珊泰，谢谢你们在 TikTok 上面的抖内。好，我再念一下这个出口物说，大家赶紧按赞，非洲人准备接会员，结果还是有很多非洲人没接到。S910387说，台湾真的被统一，叨扰频道很久，该给个礼貌。马来西亚你就看就好了。这个出口物这次又送了10个会籍，非常感谢。坏掉龙酒是超哥斗内，美中吵吵闹闹中就把全世界的钱赚了。台湾要好好珍惜两边都可以捞的机会，不要像高市一样。现在日本大商人索性在中国大扩建，不搬利润回去了。你看，我们昨天是不是提早讲了？我们刚讲川普要开始 AI 战争，马上 ChatGPT 5.6就直接被封掉了。哎，顺带一提啊，有没有网友知道我的这一期的封面是向谁致敬？皮卡图说，就像我们常常怀疑初大开车就没有证据，我没有开车啊，今天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开车啦。对 ，GPT 5.6也被封，为什么被封？是因为他接下来要求的标准真的做不到，就是他要求你事先审核用户才能用，搞屁呀！什么？你们搞错了，没有看懂我的封面，赶快回去再看。你是行内人就知道。来，我们这样讲，我们前面几个段落把这个牌的肮脏跟恐怖的地方分析完了，现在回到第一张牌，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高端大气上档次，但这一个段落呢，不是要讲中国药有多强，最前面讲过了。这一章要讲一个更讽刺的事情：美国一边恨中国掐着他的药，一边却在创新这边越来越离不开中国。我们先讲为什么美国药厂非得回头找中国不可。
西方那些大药厂，就是所谓的 Big Pharma，现在面临了史上最大的危机，叫做专利悬崖。什么意思？就是手上他们那些赚大钱的药，专利快到期了。到2030年，将有超过3000亿美金营收的药失去专利保护。3000亿的洞要拿什么来补？他们得去全世界找新的药，然后他们发现最好、最快、最便宜药越来越多在中国。出口物说，非洲人们需要我再送一次吗？OWTS 999说抖个学费，污染有价。出口物问说要不要再送会员？要的人请按1呀，麻烦那些非洲人再来按个1呀。好吧，你按个1，出购物就会再送会员，快！哇靠，出购物连等都不等，连等大家按都不按，就马上送出来了。我给你看几个真实的交易哦，都是在2025年发生的。辉瑞 （Pfizer） 美国最大的药厂付了12.5亿美金给一间中国公司三生制药 3S Bio 买了一款实验中的抗癌药在中国以外的权利。葛兰素史克 GSK 啊，台湾好像翻作葛兰素史东啊，英国药厂付了5亿美金给另外一间中国公司 Henry， 就是小弟的那个恒，瑞是瑞光的瑞，买一款肺病药。另外再加买11款药的选择权，整包最高估值到120亿美金。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看懂这个画面吗？西方最顶尖的药厂现在排队去中国买药，那你可能会问啊，中国药这么强，为什么不自己在中国卖就好？干嘛要授权给西方？出口我一个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又抖了10个汇集。我有看到上一次没收到的网友，这一次收到了，但是还是一样有很多网友没有，老刘依旧没有。来，为什么？为什么不在中国卖就好？为什么反而要授权给西方？因为很简单呐、因为中国虽然是全球第2大药品市场，但是它是一个很难赚钱的市场。为什么难赚？因为中国的药价被国家医保压得死死的，药厂想进医保，想卖给全国的医院，常常得砍价砍到对半。你看林以轩线上有拿到，他说谢谢大哥，甚至对半以下。所以在中国本土，新药能赚的钱非常有限。在哪里赚钱？美国啦，美国的药价是全世界控制最松的，同一款药在美国能卖的价钱可能是中国的好几倍，所以对中国药厂来说，美国病人是他最大最肥的一块肉。所以各位，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麻烦的相互依赖性。中国药厂需要美国的高药价市场来赚钱，美国药厂需要中国的便宜创新来补专利悬崖的洞，美国病人需要中国又快又便宜的新药，三方互相需要，谁也离不开谁。这已经不是有没有敌意，是不是敌人的问题了。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而偏偏这个死结正卡在贸易战最敏感的神经上面。我这给你一个数字啊，坐实这个趋势。
2025年上半年呢，大药厂签约的全球授权交易，将近1/3是跟中国公司签的，这是2021年的4倍，这是2021年的4倍。那你觉得这个4倍是怎么来的？是巧合吗？当然不是啊。中国的药为什么可以又快又便宜？经济学人也分析的原因，我讲其中最关键2个。第一个，中国从快速跟随起家 ，quick follower。人家做出一个新药，中国不等专利到期就去做仿制，而是马上拿同样的标靶做一个改良版，更安全、更好用、更好吞。练了10年这个，练到后来胆子大了，开始做全球首创的新药。第二个是速度，中国从发现一个药到开始人体实验，大概只要全球平均的1半时间。临床实验是新药开发最慢、最贵的一关。中国跑得特别快，因为它病人多，招募容易，医院配合。我讲一个数字，你就知道这个改革多猛。中国药政审批把一个人体实验的核准时间从501天砍到87天呢，87天呢，也就差不多变1/6啊。药监局的人力2015到2018年间翻了4倍，2年清掉了2万件积压的申请案。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局面是，美国想在贸易上跟中国脱钩，但他的药厂跟他的病人在创新这块正在变得更依赖中国，不是更少。这就是2张脸最讽刺的地方。脏的那一张，美国想脱钩，脱不了，因为原料药的命脉都在中国。干净的、高大上的这一张美国也想脱钩，却不该脱，因为脱了吃亏的是自己的病人。一个是脱不了，一个是不该脱。同一个中国，2只手，一只掐着你的喉咙，一只递给你救命的新药。而美国接下来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他好像2只手都想打掉啊。下一章我们来看看美国怎么自己伤自己，我真的觉得很妙，我想不通川普在想什么。来，我们把镜头转到美国国会出购物今天还送了20个会员，送这么多，你各位没拿到，你自己要反省的。没有，我跟你讲，喵喵咪讲说，相对而言，是不是表示更不在乎实验人体的健康？我个人这样子认为，所有参加新药实验的人，特别是标靶药物，基本上都知道这是一个风险。他同意了，他想要救命，想要试试看，因为现在无药可医，国家有什么立场去阻止他？人家愿意赌啊，就你不让他赌嘛？我觉得这是过度管制。好，这个坏掉龙九说超哥斗内，他说不是这么算的，中国集采就是集中采购那种压力太恐怖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去年来上海投资集采标，投集采标了，我帮他找了个酒店住，开完标，他说今年指标全废了。他们公司老总最后决定是用前一年0.9折，也就是9%的价格投的。美国药商买断是他自己海外的利润0.9折，他们怎么玩？当然没办法。
对你各位如果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就看你的昵称有没有变成绿色。据说多按赞、多互动，几率会增加。据说。来，我跟你讲，美国在怎么做？美国真妙。2026年6月，《经济学人》登了一篇社论，标题很直白，叫做 "Don't Restrict Chinese Biotech"。我这样讲，《经济学人》是全世界最挺自由贸易的杂志之一。当这本杂志站出来帮中国生计说话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亲中，他是在骂美国蠢。美国有多蠢？他在骂什么？美国国会现在有一个法案啊，想修正一个叫做 COINS 法案的东西，把授权中国生技也纳入限制。还有人想要求 FDA 美国的药品监管食品药物管理局啦，药品监管机构干脆不要采信中国的临床数据。经济学人的反驳是，一个被新药救活的人根本不会在乎这个药是在自己国家发明还是在地球另外一端发明的。他接着说AI 跟半导体上面美国怕的是技术流到中国，但是在生物技术上面，资讯是反过来流的，是求中国流向美国。美国不可能因为获得新知识而吃亏，或是拿到新药来吃亏啊。然后他补了一刀真的很痛啊！如果美国不采信中国临床数据，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让药的开发时间更长，成本更高。难道美国国会真的希望那些最尖端的救命药，欧洲人、亚洲人都先用上了，美国人却最后才用到吗？这就是今天最荒谬的一幕。美国对那张章牌原料供应链拼命想脱钩，这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你命脉被掐着。但他同时对那一张亮牌、那张高大上的创新药也想一刀切下去，而切这一刀伤的是美国自己的病人。这还没完呢，经济学人特别列出来美国正在做的一连串的治伤动作。FDA 的高层食品药物管理局大量离职，包含了署长辞职 ，FDA 的审查被政治化，药厂想要加速审查，得要用降价回美国设厂来交换。全世界最大的生医研究金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经费被砍，一堆研究计划因为意识形态被取消，移民政策还把一堆人才，包含很多中国来的顶尖研究员挡在门外。BBC 说，经济学人说马英九是帮不了。多年以后，你现在看，你觉得经济学人有错？马英九是不是帮不了？是啊 ，in many ways。哎，我得先讲句公道话，美国的担心不是全部都没道理。中国药厂跑临床实验会拿到大量病人的基因资料、健康资料，这些东西流到中国去，确实有国安疑虑。2025年 ，FDA 就叫停了一批会把美国人基因数据输出到中国的临床实验。2025年4月，一个有 Google 前执行长 Eric Schmidt 参与的国会委员会报告，他警告中国的药物发现加上人工智慧结合起来，可能会让中国的药厂超车美国。这些顾虑都是真的，我不否认。资料安全该管，敏感数据该挡，这合理。但是等等，问题是美国现在做的不是精准的管住资料风险，而是连药本身、连临床数据、连科学合作一起一刀切掉。这就比喻像什么？好像你邻居偷看你家，合理的做法是装个窗帘锁好门。但美国现在的做法是把整面墙连带救命的医生一起拆掉，然后在风里问为什么我家越来越冷。中国本来是个学生，跟美国这个老师学做药学了几十年，结果这个学生现在某些科目考得比老师还好。老师的正常反应应该是，不错，我们来交流一下，教学相长，互相学习。
但美国现在的反应是把这个学生赶出教室，顺便把自己学校最好的几个老师给开除了，再把校门口想进来的优秀学生挡在外面。然后美国问：哎，为什么我们的药越来越贵，越来越慢呢？我跟你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他自己写在脸上。这就是科学终将胜利这个逻辑最残酷的地方。疾病不会看护照，病毒不会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一个有效的药，它的价值不会因为发明它的国家让你不爽就打折。你可以因为政治把门关起来，但物理跟生物学不会给你的意识形态让路啊。疾病会跨越国界，所以解药也该跨越国界。这就是经济学那一篇社论的最后一句话。哎，来，等等，我们讲着讲着要回到台湾来了，哈哈哈！台湾哦，现在怎么样？来，我先念一下，无所畏惧。他说：朱大，中国的创新药还是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还没真的到强的阶段。另外，各国的药品销售真的太复杂，特别是美国，销售难度跟成本特别高，前期投入极大，风险太高，所以中国创新药只能和已经有完善销售能力的跨国药厂合作。中国只有一家公司叫百济神州，在全球自营。苏大有空可以看一看。哦，你说蔡磊对不对？但是蔡磊是希望，但还没有解决呀、Chris Wang 说：“好奇神秘主题是啥？神秘主题在今天的封面有暗示，还差2个就达到目标喽。达到目标我就告诉各位，好不好？啊，顺带一提啊，我们的那个带货的产品，芒果跟烤玉米大概都只剩1周的量。这个芒果是接下来就要过季了，所以你要订也没有芒果。”就要靠芒果来做了，因为就没有了啊，过季就过季了，所以各位赶快下单呐！你不下单之后，下礼拜我这边就没有了。芒果是好6公斤，1个礼拜、2个礼拜就吃完了啦。然后烤玉米也是一样啊，烤玉米你自己到云林台西乡去买，一次要买4大箱哦，而且不能杀价。好了，达到目标了，是不是？明天中午要做的目标就是很冷门的战锤40K 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儿子一直跟我讲，老爸，你知道那个战锤40K 的故事是什么？那个帝皇就是一个很恐怖的对象，然后所有人都会被污染啊。哦，我说我小时候战锤40K 就是一个做模型的游戏啊，为什么现在会变这么红？明天中午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很冷门，对不对？我跟你讲很冷门，但是最近有很感人的故事啊，没关系，明天中午本来就是冷门时段，你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有空的话来听一听看一看，你可以增加很多知识的。和光同城说太喜欢战锤40K 了，我跟你讲，在我小时候，战锤40K 是一个很冷门的东西，没有想到等我长大之后，战锤40K 竟然变成英国的重要文化输出来源之一呀、所以明天中午会做一个这个很奇妙的内容，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美国、中国、印度啊，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心里一直在等一个问题啊，说那这个东西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
台湾的处境比美国更尴尬，因为这两个脸美国至少还有一张脸撑得住，台湾是两头都缺。我小时候是中股的战锤，然后但是战锤40K 是我到了20几岁、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的。所以没关系，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因为战锤 Warhammer 系列，我小时候是奇幻游戏，是玩模型涂装的。战锤4K 热门，跟很多游戏有关。最后一战跟星海 ，StarCraft 的，你知道星海的说明书跟游戏中文化也是我做的吗？我做过星际大战，我做过 StarCraft 星海争霸，我他妈什么东西都做啊！所以好，没有，明天聊战锤，明天聊战锤。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真心比所有人知道的还要危险多了。我们先讲原料药这一端哦。台湾的食药署讲过一个数字，这是2020年疫情初期的官方的说法。我国的制药业者，台湾的制药业者原料药源自中国的占比大概3到4成。再往前一点，2016年。嗨，那个对，等一下，我不要一直在讲战锤。战锤以前小时候是我们买不起的，好不好？我们那个时候玩《龙与地下城》都已经了不得了，还玩战锤嘞。《龙与地下城》，你随便拿个硬币，拿一个跳棋的棋子，就可以拿来扮人物。战锤不行嘞，战锤用户很高档，还有金属，的模型呢，那搞死人呐！哎呀，你以为为什么有大和号主力舰，还有为什么人类的那个间谍部队 Ghost 叫做鬼子，都他妈本人无聊的时候翻的啊！来，2016年台湾的食药署说过，符合 GMP 的输入原料药，中国加印度合计约在50%，集中在哪些品项？抗生素、解热、镇痛、消毒、杀菌。全都是你我最常用、最民生的药，所以台湾跟印度其实是同一种命。我们很会做成品药，制剂能力很强，还能外销。但上游那袋米呢，台湾几乎完全靠进口，最大的来源直接或间接，全部都是指向中国的。逃不掉了吧？那你会问，台湾不是有原料药厂吗？有啊，中计社2025年的研究说过，台湾有这个29家通过 GMP 规定的药厂呢，它基本上台湾有29家原料药厂通过 GMP，12家还通过了没？那问题来了，这些厂做的是外销啊，他做的是高阶外销利基型的产品，抗癌药、麻醉剂那些高技术、高毛利啊，它不是拿来做健保卡刷下去那些最便宜的、那些最大宗的学名药啊，为什么不做？台湾也有问题啊，老共那边有集中采购，台湾有健保砍价呀。
平路相逢是挖勒，鬼子名称是朱大创的。是啊，你不会觉得 ghost 可以翻作幽灵或鬼魂，但我把它翻作鬼子，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病啊。我那时候觉得翻鬼子很爽啊！你以为雷兽 Hydralisk 为什么翻雷兽？也是我觉得雷兽翻的比较帅，我翻的啊。不然它其实长得比较像大象不是啊，台湾的说明书跟中文化都翻鬼子，幽魂是进到对岸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翻鬼子太怪，才把它改掉。好，等等，我不要再讲游戏，我赶快把今天这一集讲完啊。我讲白一点，台湾的健保为了省钱，长期把学名药的价格呢压到极低，每年每年都会砍一次，年年砍，年年砍。部分学名药的价格已经低到接近甚至低于生产成本了。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药厂都已经快要亏钱了，怎么可能用比较贵、比较安全的欧洲原料或自己建第二供应来源？不可能，成本结构不允许。他只能去买全世界最便宜的原料，也就是中国的原料药。在听直播刷健保卡刷得很开心的各位啊，我必须讲一个让你不舒服的真相：你的药很便宜，但便宜从来不是免费的。便宜的代价是台湾把整个药品供应的风险一年一年往最上游、最集中、最不可控的那个源头外包啊。这就是等价交换。你要最低的药价可以，但代价是你放弃了供应链的安全。没有人能既要全世界最便宜的药，又要全世界最安全的供应链。这两个物理上不能同时存在。而且我要帮食药署讲一句公道话，我们是有做功课的，我们是有做功课的。什么意思呢？台湾这几年的缺药不能全怪到中国头上。你去看食药署的缺药通报，有很多案例的真正原因是全球性的制造转换，有药厂缺工，有原厂停产，有输注意产能不足。2023年那个急救用的 adenosine 注射剂缺货，是因为新工厂还没投产，跟中国断供没有关系。老共在药这一个东西里面没有玩台湾，所以最诚实的讲法是，中国是台湾最大的单点风险，但台湾真正致命的地方不是中国随时会断药这种阴谋论，而是台湾把一大堆关键的民生药建在一条又便宜又集中又没有备援的国际供应链上面。中国只是这条脆弱链条上最大那个节点而已。讲到这边，在听直播的各位，一定有人心里在想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两岸真的出事，台海被封锁，台湾的药撑得了多久？来，我必须要老实跟你讲，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你一个准确的数字，而没有准确数字这件事本身就是答案。真心没有准确数字，为什么呢？因为没人算，不好看。你去翻台湾政府的公开资料，你找不到一张表告诉你封锁之下抗生素能够撑几天，化疗药能够撑几周，疫情期间
官方的说法大概是业界一般原料要维持3到6个月的库存，主管机关要求厂商至少掌握未来6个月的供应规划，但那是一般原料药，不是封锁情境下的关键救命药。而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台湾政府这2年正在做什么？2026年国防院呢，请注意，这是国防部底下的智库关于台海全境封锁的分析，已经把医药原料中断列为封锁冲击之一。同一年，行政院公布的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第一次把高风险关键药物储备成立国家级药物智慧物流与储备中心，这些东西正式写进政策。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听懂这个讯号了吗？当局的话术，我们今天就再反向解读一次。只要政府开始超前部署，建立储备机制，建立国家韧性，那就代表这个东西现在根本都没有，一戳就破。如果台湾现在已经有了一套万无一失的关键药储备体系，政府根本不需要在2026年才急着去成立、去演绎。政府现在才在建，就证明他们过去没有。他把这件事情拉高到国安等级，就证明了这个缺口是真的，是大的，是补了好几年都还没补完的。这不是政府无能，这是30年低价健保结构累积下来的历史共业。便宜的药我们享受了30年，现在要补供应链安全的这堂课，账单才刚刚开始寄出来。最后讲高端制药这一头更残酷。美国面对中国的创新崛起，至少还在想要不要封锁，能不能脱钩，因为美国自己有钱、有规模、有全世界最强的药厂可以竞争。但台湾有什么？台湾什么都没有。台湾的议价能力本来就很弱了。如果台湾也跟着美国那一套反中生计的逻辑走，等于是在自己最弱的位置上，又主动放弃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新药来源。所以你看，两面的状况分析开来，一看台湾脏的原料药那一头，我们的原料命脉3、4成在中国，而且健保结构会让我们越陷越深。高大上的那一面，我们既没有美国的本钱去竞争，也没有美国的筹码去脱钩。美国想要等价交换，至少还有得选。台湾的等价交换残酷在于，我们常常连选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讲到这边，尴尬了吧？真的很尴尬。台湾只要一开始搞国家队，那个领域就完蛋了。妈，最近台湾要开始搞观光国家队，关死你！一做国家队，做什么国家队，什么就死。最近要做无人机国家队，对不对？我可以跟你保证，台湾无人机一定死，饮鸩止渴啊！来，我们讲到这边哦，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们今天把2个面向收束成一个判断。先回到最一开始那位观众的问题，他说中国还有一张原料的牌是最脏最恐怖，不会轻易使用的牌。他讲对了一大半，我今天要帮他把剩下那一半补完。这张牌为什么最致命？却又最不能用，答案藏在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地方。核武的逻辑，核武的逻辑。我跟你讲一个概念，叫做不使用价值 （value of non-use）。这是研究核威慑的学者提出来的。核心的意思是，
一件武器它最大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出去，而是它悬在那边。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你的脑门头上，就让你警惕不已。核弹为什么有用？不是因为它真的炸了，人类历史上真的在战争中用核弹也就2颗，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在，都知道你可能会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一旦你真的按下按钮，这个威慑力就消失了，而且你会招来毁灭性的反击。原料药这张牌一模一样，它所有的威力都来自于悬而未用。中国知道它有，美国知道中国有，全世界都知道，只要这个源头还在中国手里，所有人在谈判桌上心里都会有一道阴影，这道阴影就是中国真正的权力。一旦他真的先牌，真的断了救命药，会发生什么？第一，他会死人，然后全世界的舆论会在一夜之间把中国从贸易对手打成人道屠夫，这个污名洗不掉。第二，他会逼出替代，就像稀土一样，中国2010年对日本限制稀土，2023年限制加跟锗，结果呢，反而加速了全世界重建替代产能。这张牌用一次就永久贬值，你掀了它，全世界就会发疯似的去中国化，这张牌以后就再也不值钱了。第三个，它会自损，中国自己的药厂也吃这条供应链，你断别人也会断到自己的医疗跟出口，伤敌800，自损的可能不止3000。所以你看这张牌呢，掀了就碎，掀了就碎，它的价值只存在于不掀的那个瞬间。这就为什么我说它是贸易战，原料药是贸易战里面那张最致命却不能用的牌。不是中国发善心不用，是这张牌的物理性质决定了它一掀就自我毁灭。那么是不是代表台湾、代表全世界都可以高枕无忧呢？不是哦，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前面讲过了，中方根本不需要正式掀牌啊，他有那4招啊：检验许可、内功、环保，他可以用桌子底下的小动作制造跟掀牌80%像的效果。而且你抓不到证据，一座工厂爆炸，一次环保督查就能让全球抗生素原料涨价3、4倍，集中本身就是风险。我今天把两面性做最后一次收束，真相是这个让你警惕、让你想脱钩的中国，同时也是那个你恨他却离不开，甚至正在救你病人的中国。原料药这一个脏的面相你脱不了，创新药这一张高大上的牌你不该脱。同一个国家2个面相，一只掐着你的喉咙，一只递给你解药。科学告诉我们的结论很简单，疾病不看护照，病毒不管国籍。一个有效的药不会因为发明它的国家让你不爽就打折，你可以用政治把门关上，但生物学不会因为你的意识形态就给你让路的啦。但问题是，你要这个结果要付什么代价？你要最便宜的药，代价就是把命脉外包给最不可控的源头。你要用政治脱钩，代价就是你的病人比别人晚拿到救命药。你要供应链安全，代价就是健保药价要涨，药厂利润要给。第二，供应来源要花10年去建，没有一个选项是免费的，每一个都是等价交换。所以最后我留一句话给在听直播的各位。中方握着一张原料药的牌，但这张牌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把它打出去，而是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源头还在中国手上，你的医疗就永远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翻译成地缘政治的问题。牌一直在桌上，没有掀开，但只要它在那里，
握牌的人手心是冰冷的，对面的人后背也是凉的。这张牌谁都不敢碰，但谁都忘不了它的存在。这就是药物战争的两张脸。坏掉龙酒说，不过仿制品也是有价格底线的。我们拿起源酸西地那非片举例，白云山的金戈跟威尔刚25mg 对比，7片装，金戈84，威尔刚164，单片12比上23.43，金戈14片装148，威尔刚16片329，单片10.57比上20.56，金戈21片装218，28片装528，单片10.38。对上18.86，也就是说，想要爽一夜降到10.5块左右，已经是极限了。以上价格都包邮，金哥可以做到隔日达。这个我也听不懂是做什么，也许大家有需要就好好的用吧。我还是再提一下，我们今天带货的芒果跟烤玉米零食这两个东西大概就最后1周了，你要就赶快买。这个书的部分呢，减伤啦，然后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这个倒是还有，但是价格都是坊间最便宜，好不好？所以来，我先看一下哈，这个投票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中国在贸易战中不能用的牌会是什么？50%是禁止原料药，28%的人是禁止拍古偶，12%人是禁止肥料出口，10%的人是禁止制作 AIG， 有1068人投票。然后白瓜我懂了，我知道了，我还帮你把它念出来了。所以各位来，干等等，我今天直播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要记得上我们的那个上我们的狗皮膏药啦。这狗皮膏药里面有绿界，然后有这个有微信，有支付宝。各位，今天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如果觉得今天听的内容觉得有趣的话，麻烦抖内一下，然后有任何的分享都可以在抖内里面讲哦，好不好？台湾的生技药厂会走上分红供应链哦，想归想，但是做不到。对，所以印度原料药的上游关键原材料，大陆也至少占70%以上。这个目前1345人在线，只有807个赞，各位赶快再多按一些赞吧，按到900好不好？这个按赞数是有助于我们增加触及的，内容我都花很多时间准备，我只希望有很多人看请大家多按赞，好不好？你进肥料，我觉得它替代性太高了。让我看看啊，今天这个白小洛说加了1周班，终于熬到周末能跟播了，开心。朱大看时事的角度很与众不同，而且不受于时效性，就算没跟到也很值得回看。谢谢你，我切的角度的确是不一样。还有网友说很用心制作，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什么荣？好，谢谢你。我的意思其实是我希望提供不一样的角度啦，而且有人讲说妈什么昨天的最后20分钟很水干，我怎么会知道在中信北京 CBD 忽然间有小飞机撞上大楼啊？这个事情还不报，你现在在网上已经看不到了，好不好？什么什么名？谢谢你，好久不见，而且你今天没留言，真奇妙了。这个什么什么名说台湾不能永远大内宣，应正视中国进步的真相。不是你要面对现实，你知道，不是要吹捧谁谁谁，而是你不面对现实，你怎么知道怎么准备嘞？到现在台湾没有针对，如果封锁之后，我们的原料药跟我们的救急药要怎么办呢？真妙了。
也不是美女啊，年轻时候也许是个美女，但现在就是老人了。官方说是消防演习，干不要骗我啊！秦明说一死13伤，所以昨天是紧急新事件，然后我们又有影片，我就直接讨论了。你们觉得水那是因为你昨天不看，你今天就看不到了啦。所以，而且我跟你讲，我昨天判断没错，在北京三环竟然有一台飞机脱离掌控，妈撞上大楼，干秦城监狱欢迎你呀！京师的卫戍旅还有防空部队，一定一堆人要去秦城了啦。我们这样讲，不就是事出异常必有妖吗？很简单呐、啊。三环内部，三环内部你有一台小飞机飞进去了，他妈他再飞5分钟，可能就飞到中南海了，结果你跟我讲说没什么，昨天还有人讲说，哎呀，那可能是无人机啦，妈鬼嘞！结果是2人坐的小飞机，只是那栋大楼真的很坚固。秦明刚讲说一死13伤，对不对？一定有一堆人会要被干到飞起来了啦！北京的防空管制跟空域管制一定要大爆炸了，好不好？刘冠超说是炒股爆仓，这个我还不敢确定。但是如果他本身是中信金融的高层的话，这个背后很有戏，很有故事。但是对岸的讨论区是没有。对呀、北京三环内，那绝对是100%的禁航区的，首长都不一定能够在里面飞，结果妈一台小飞机飞过来，不就撞到了。Camel 起初可以说距离中南海不到10公里，妈的3分钟就飞到了。等一下 ，Chris Wang 说他精准撞进自己的办公室，就都太都市传说了。妈，那有100多层楼，你一架小飞机要怎么精准撞进办公室？啊，对啦，三明治大纪元都说人民起义反抗暴政啊。好啦，官方公告说一死13伤。北京大概会要求把民用训练航校迁出北京。那一台，哎呀，算了，我觉得基本上6环以内都不该有任何飞机可以起降，民用都不行。对啊，秦明说那是绝对禁飞区吧？阅兵都还要事先防卫过，好不好？不是啦，那个康邦奇初可以说早就警告那架飞机偏离航线，他不管，他不死也会被抓。不是啊，你去看看美国华盛顿曾经有小飞机闯进禁航区，那是怎么办？2个选择，第一个打下来，第二个半飞强行迫降。怎么可能说我通知你你不听？哎呦，我说你真糟糕啊，怎么不听啊？不行啊！只要有任何脱离航向，然后警告不听或者警告不联络的，正常标准流程就是击落了。结果你今天让它飞上去，撞上一个大厦，这本身很好笑啊！什么时候明说如果药品制裁小日本就好玩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做，但是这个很难说。微信怎么今天来？我看一下，在我一边瞎聊天的时候，什么照？谢谢你抖内，什么照真是好朋友，他每次都抖。等一下，害我呛到。这个 S 什么 K 说朱大下一期直播内容什么？明天中午讲战锤40K，匪单吧，对不对？是真的啦！我跟你讲，当时五角大厦被撞到之前，就是紧急起飞拦截没拦到，那个是有问题的。所以简单来讲，你不要说我昨天最后20分钟在聊天，其实不是，
是那个事情真的很严重，而且那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想象它会发生，没有办法想象会发生，所以这是违反飞行管制，而且禁航区就是击落，结果你不让它击落，让它自己撞到大楼，这个还，所以秦城监狱欢迎你，都不用讲了，秦城监狱欢迎你，不是意外，这个事不会通报。你自己去看，微信上原来有影片 ，B 站原来有搬运，抖音上原来有短片，现在通通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我真的意外是，这个建筑也太坚硬了吧！一个时速300-400公里的2人座小飞机，加上人坐上去，可能到400多公斤加燃料，撞上去竟然只破2个洞，这很妙，真的很妙。对啊 ，Flight Radar 24有航机图啊。对，所以各位，我预估会有很多人进秦城监狱，好不好？这个真心不知道。谢谢黎红玉抖了一个宝石，我没有要深入讲那个东西啊，我觉得资料太少，我没办法，只能用掰的。哎，那谁，疯狂机师不是应该出一个内容，出一集分析一下这一集吗？有啊，我知道秦明说没错，你如果想要看这一个的阿萨布鲁猜测跟影片跟照片什么东西，去看 X， 然后印度那边也有很多影片，就这样子。是 McKinsey 说，我比较想要看朱大怎么看黄山料，干那都抖$200啊，你抖我就帮你做一整集分析黄山料。那你如果只是在那边想一想啊，不好意思哦，没有共感，没有共鸣，没有意思。看，还有汪达处理说，为了帝皇，明天必须来听。哎，但是我明天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是那个战锤老们一起做公益，这个故事很感人，要仔细听，好不好？要仔细听。什么？大佬今天在抱怨星宇，干就他在关切这个不重要的东西。好了，他自己看着办了，他自己看着办了。好啦，各位，最后投票啦！今天的内容，如果大家觉得写得好，讲的也好话，请投1；如果大家觉得写得好，讲的不好话，请按2；如果大家觉得写的不好，讲的也不好话，请按3。我们今天就这个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让各位用不同的角度看到了这件事情。优瑶说，大佬只做民航客机的事故分析吧？这客机啊，它可以载1个人啊，这也是民航啊。全军破敌40K，人人讲忠诚，叫你转身去40K世界，都没人要去，废话啊！而且刚刚网友提供一个资料，我把它做进我的直播内容里面。B 站 UP 主账号达奇上校 space 哔哩哔哩 .com/157761。粉丝150万，他的战锤40K 系列合集共151到157集，总播放量达2.5亿呀，了不起呀！他把帝皇崛起、大远征、荷鲁斯之乱这套庞大背景，用中文一集一集讲完，果然是活圣人啊 ，Living Saint。难怪我现在在追战锤40K 为什么要红，明天中午才讲得了。西方靠的是 Space Marine 2 Cavill 影集，但华语圈入坑很难呐、我这样讲，战锤40K 以前没有中文资料啊，模型又贵，买不起啊。没错，没错，嗯，哦，还有阿伟糖蒜羊驼小课堂，嗯。
一定的啦，一定的啦。发露一堆战锤40可以官方中文小说，没有人带头啦，真的真的。好了，那各位，今天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就明天中午见，明天晚上就是兵哥喽，好不好？这个大家开开心心的过一天，拜拜拜拜。好，破900赞了，谢谢大家，记得多按赞哦。先跟大家说拜拜了，拜拜拜拜。